嗨，大家好，我是小麦。我们其实平时常常跑高雄的铁道原路，也就是说我们讲的绿园道或者是铁道街。那这原本都是通过台铁的这个铁路地下化之后去改建成的一个自行车道。我们平时实际上常常会在这个自行车道上去做一个晨跑，但是具体哪些地方有什么补给站，那哪条路线应该要怎么走，其实都是不太清楚的。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跟着小麦的脚步，我们来一站一站的来看调整到铁道街到底是怎么跑的。那我现在在的位置呢，其实就是这边高铁路和大中二路的交界口。那也就是说，我们新左营的高铁站这里作为起点，我们慢慢的往前一站一站的来跑过去吧。沿着高铁路过来，我们现在到曾子路。这边的话是高雄市的原生植物园。那这一条是我觉得是非常好跑的一条路，是柏油路并且的话还有很大的树荫，很舒服。然后路线很直很宽，也很平坦，并且这边很多停车场。如果是跑友来这边当起点，我也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点。原生植物园这条路是笔直的，然后快到尽头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条脚踏车的桥。那等一下，如果是往那个方向去的话，就是去莲池潭。那我们是可以笔直的沿着桥下往前走。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明显的铁路原道的路线了。这边是翠华路和新庄子路的入口，翠华路和新庄子路的入口。这边会是过了马路之后，那边前面就是可以沿途一直走。原生植物园就在这边结束了。左边看到机车的时候，这边可以看到绿园道。我们到左营旧城车站了。看哦，这边也有贩卖机哦。不过旧城的左营车站是老式的贩卖机，只有投币口，没有电子支付。但这边可以喝咖啡哦。哇，这边还有一个置物柜，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如果起点是这边的话，是可以把这边当成是置物柜，而且还有垃圾桶。这边是厕所。左营旧车站出来之后，就沿着这边，我们就不跟着这个标示走，就沿着外面石板路跑就好。这边的路比较大条。它这边有一个环岛1号，所以我们借用一段环岛1号的路线，因为都是往这个方向跑。那这一段一样比较直，比较大条。
然后到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到了翠华路和华荣路的入口。像这边的话，就是旧左营的国贸，里面有宽来顺，很好吃哦，早上都可以去吃早餐。我们继续往前吧。沿着路往前走。哦，我们到翠华路桥的下面了。那这里要等一下红绿灯，是沿着红绿灯的这条路直接往前走。前面就是内围车站了。那这边左边是有很明确的脚踏车道，所以我们就沿着这边的脚踏车道走。内围车站到了。哦，也有贩卖机，然后前面是厕所，还有垃圾桶。那贩卖机的部分很棒，也可以用悠游卡。从内围车站出来，就继续沿着脚踏车道往前走咯。那这边其实就是沿着马卡道路。然后沿着马卡道路到明城四路之后的话呢，左前方就是高雄好者的圣地美术馆啦。好，那这边的沿途是最好补给的地方，这里有全家，在前面就有 Seven。沿着翠华路一直往这边跑，右边就可以看到 Seven 了。那再往前的话，基本上除了车站里面就没有其他地方补给站了，所以这个 Seven 一定要补给。左边的话呢就是美术馆，然后这边过去的话就是轻轨和台铁交错的地方，那边是轻轨的路线。好 ，Seven 补给完，那我们就继续跨过西藏街，沿着翠华路往前。到这边的话，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美术馆站。好啦，美术馆站到了啦，左前方那边就是入口。厕所在这边哦，这边也有饮水机，可以装冰水、温水，还有热水。哦，这是贩卖机，都有，而且你可以用悠游卡和硬币。好，从美术馆车站出来之后，就跨过青海路。那这边因为右边的话其实是大马路，所以如果是要没有车的路线，是左转以后
也可以看到自行车道和木栈道。我们这边，一直沿着这个脚踏车道往前，穿过翠安街之后，那因为前面在施工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要小小的跑一段马路了。然后继续往前走到翠华路后生路路口的部分，我们就只能从这边过马路。哦，往这边。轻轨进站啦！那在这边的话，左边是轻轨站，另外一边就是鼓山车站了，所以这边是台铁转换轻轨的一个连接处。看一下鼓山车站里面的补给状况哦。只有厕所，也没有贩卖机。哦，它这边有饮水机啊。如果平时身上有带水的话，是可以来这边装水。好，从鼓山车站出来，就要穿过轻轨才可以是正确的路线哦。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座桥，它就是我们翻过爱河的桥。翻过爱河之后，就是我平常跑最多的路线啦。那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的话，就是去西子湾和流行音乐中心的路线。那如果是往这边走的话，就会是去美术馆路线。所以这条桥这个位置算是一个跑步或者是骑脚踏车的，就是一个交叉点，一个交汇点。下了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有2条路线哈。它笔直的往前走就是铁道原路剩下的路线。那如果回转再往那个方向去的话，那就是环岛1号的路线，所以这边会是有分开的。那我们是往东走。到铁道3街，继续往前的话会到中华路。那这边的话，就要稍微等一下，再过马路喽。中华路过来之后的话，它这边有一个其实它是要你往左转往前走了，但实际上我们以正常的这个路线的话，都会是直直的往前。因为直直的往前其实就是3块厝车站。这里是3块厝的车站，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补给。这边是没有补给站，可以来上厕所，但没有办法用贩卖机或其他的形式来做补水。那离开了3块厝支站之后，就沿着路线一直往这边跑，就会看到自立路。过了自立路之后，再往前，就到高雄车站了。然后看到这座桥的时候，前方就是高雄车站了。那如果不用补给，
然后又想要练一下爬坡的话，那这边是高雄天棚非常好的一个路线。那如果想要补给的话，那我们就走下面的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下面的平面道路到站西路这边，左前方就是高雄车站了。从这边过来，走斑马线到这边就是高雄车站咯。台铁西售票处的部分，右边是厕所，然后进去之后的话会有全家。在台铁东的。目前是没有看到东西的，所以只有在台铁西的售票处才会有。那从高雄车站上来之后，我们就往站东路走。这里沿路的话，其实绿园道的这个路线都是曲曲折折、弯来弯去的。那如果像早上没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直接跑边上的铁道街，就会更顺一点。前面就到民族路啦。好，我们到民族车站啦。民族车站下来，这边是厕所，然后也有垃圾桶。这台是比较老式的投币式的贩卖机，那也可以在这边做基本的补给。好，离开民族车站，我们就继续往前。左边其实就是科工馆啦，但科工馆站还要再往前一点，就在前面了。有贩卖机，而且贩卖机是可以用这个悠游卡跟一卡通的电子支付的。好，我们离开科工馆站就继续往前。那科工馆站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这边又跟轻轨交汇了，所以是继鼓山车站之外另外一个可以换乘轻轨的地方。那这边就是大顺路，跨过大顺路继续往前，就会到正义车站了。到这边就是到国一下面了，穿过国一，再往前400-500公尺，就到正义车站了。那沿着铁道街走到正义路前面，就到正义车站啦。那正义车站的话，这边有厕所，那还有垃圾桶回收。然后我看这边还有咖啡机哎。
不过贩卖机还是比较老式投币式的。正义车站出来就继续往凤山车站前进啦。前面过了澄清路，也是一样沿着这条铁道路跑。好，我们沿着铁道街已经到了青年二路。那这条路因为也是很热闹哈，它右边就有莱尔富可以做补给。那左边的话，再过去一点点有全家，也有 Seven， 所以这边是一个很好的补给站。如果没有要在这个台铁的车站里面补给的话，好，那看到远远前面的这个有镂空结构的建筑，就是凤山车站啦。那很快我们也就会到这个绿园道或者是铁道园路的这样的一个尽头。那这边的话，实际上就是铁道街的尽头了。这边可以看到有整个凤山园道的全部的导览图。那可以看到导览图上还有8跟9，就是凤山车站在过去的2个广场。那边其实我们比较少去的。OK， 那如果要到凤山车站的话，这边过了马路，沿着上面跑，绕过去就是凤山车站的对面啦。那跑到这边，绕过来就是凤山车站了。那我现在手表上的公里数是14.13，也是说从新左营到凤山车站，我用跑的话是14.13公里。哦，垃圾桶，回收。那只有凤山车站和高雄车站是有超商的。那高雄车站是全家，凤山车站是 Seven。厕所在前面。好，那我们今天的整个行程就结束啦。我们从新左营，然后沿着台铁的车站一路到了这个凤山的车站。那现在也已经是9点多，已经是32度的气温。那我们总结而言的话呢，就是说，除了3块厝之外，其实每一个车站都可以得到对应的补给，也可以上厕所。那只是说它分别的这个补给的方式不同。最好的呢就是凤山和高雄车站，那这2个车站的话是都有 Seven 或是全家。那最糟糕的话呢就是3块厝。那3块厝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你这边只能进去上一个厕所，可能拿水漱漱口。那其次的其他的车站呢都是有贩卖机，可以提供给大家去做投币或者是电子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购买。相对比较方便的电子支付的话，那就是科工馆、美术馆还有内围车站，这3个车站是可以让大家去使用到电子支付的方式。那也会对不管是跑者还是骑脚踏车或者是旅行的大家都会比较方便。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啦，希望以后可以在铁道街跟大家遇到咯。